说到催眠，可能不少人都会觉得这是一种神秘的技术或偏方，被催眠的人会像傀儡一样完全任人摆布，而醒来之后还完全没影响。但真的是这样吗？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聊聊催眠吧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志祺，欢迎回到深蓝智慧大彩系列，神秘名词大解析献给有听没有懂的你。讲到催眠，你会想到什么呢？是舞台表演、诈骗故事、A 片情节，还是医疗行为？近几年来催眠治疗这个词越来越常被讨论。透过接受催眠的方式，有些人成功戒烟，有些人成功改善了长期的失眠困扰。在比利时的一间医院，因为有病人对麻醉剂过敏，不能够麻醉，所以医生选择用催眠来取代麻醉。整个手术过程非常顺利，病人几乎都没有感受到痛苦。虽然我不是医生，但这听起来很厉害，对吧？事实上，关于催眠在医疗上面的应用已经有好几十年的研究，而科学家对于催眠怎么样影响人类的大脑也有了越来越多的认识。但就算有那么多的研究，一直到现在，催眠术还是始终没有办法进入主流的医疗体系，总是被当成是邪门歪道，甚至呢还被认为是诈骗。究竟是为什么呢？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接受催眠到底是怎么样的状况，而所谓的催眠疗法到底是真的有用，还是如一些人所说的真的就只是诈骗呢？不过在开始之前，按照惯例，先让我们进一段工商服务时间。最近志祺基地团队在招募厉害的新伙伴喽！我们想要征求全职的影片内容企划，跟我们一起追时事、聊议题、写脚本、发想节目企划，迎接各种经营频道会遇到的挑战。不管你有什么样的知识领域专长，只要你擅长写作，很会收集资料，逻辑清晰，具备独到的观点，而且乐于沟通，能把复杂的东西简单说清楚，那你就是我们希望能邀请到的人才。那当然，如果你已经有文字、影音创作或者是节目频道经营的相关经验，那就更棒喽。那如果你认同这一期频道的理念，也想要加入我们的行列，那就赶快上我们的官网去看看职缺内容吧。讲到催眠这两个字，有些人的印象可能是在电影啊，或是舞台上面，有些表演者会透过催眠的方式，让接受催眠的人做出一些平常做不到，甚至是不会做的行为。或者是呢，有的人会想到的是学校的某个老师讲话很催眠，只要上他的课呢，不用5分钟，马上就可以睡着。前面提到的这些印象，我不能说是错的，但跟催眠真正的意思还是有一点点落差。比方说呢，所谓的催眠状态就跟睡着很不一样。人在被催眠的时候，虽然身体很放松，但其实意识是很集中的，感觉也非常敏锐。和催眠状态比较接近的，反而是大家可能听过人在极度专注时会进入的一种心流状态。被催眠的人并没有失去意识，只是因为身体非常放松，看起来好像整个人昏过去了一样。不过为什么有些被催眠的人会好像被催眠师控制，做出一些奇怪的行为呢？他是真的被控制，还是彼此事先有套招，为了要骗人所设计的表演而已呢？事实上，催眠并没有办法让一个人突然去做他并不愿意做的事情，也就是说，催眠师无法透过催眠的方式去真的控制一个人。更精准一点来说，当某个人被催眠之后，催眠师能对他做的事情叫做暗示。这个暗示呢，会让一个人的大脑产生一些变化，然后因此就会去做一些平常不太会做的事情。我们知道，一个人对于某件事情有什么样的感觉，有什么样的想法或者反应，全部都跟大脑有关。所以，只要能够让人类的大脑相信，那他的行为或认知就可能产生改变。而一个人在催眠的状态之下，他会比较容易接受暗示，而且这个暗示的效果很可能非常非常的显著。那为什么催眠有办法这么厉害？人在接受催眠的时候，大脑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呢？刚刚的这个问题正好是科学家最有兴趣的部分，所以相关的研究非常非常的多。他们观察到人在接受催眠指示的过程当中，除了肌肉会放松之外，大脑的脑波也会放慢。而这个时候的脑波状态，其实跟我们在放空或专注于某件事情的时候很像，也就是我们明明是清醒的，却不会意识到外界的刺激，甚至是时间的流动。有一种说法是，在这种状态之下，人们平常掌握意识做判断的脑区暂时被关闭了，所以被催眠的人会变得比较容易接受暗示。而另外，研究也发现，一个人因为被催眠而做出某些行为，跟假装被催眠而做出某个行为，两种状态的脑波完全是不一样的。也就是说呢，假设我们要判断眼前的这个人突然完全站不起来，是因为被催眠或是单纯演戏，只要观察他的脑波就可以知道了。而为了验证催眠的效果是真的，科学家甚至进行过一个有趣的实验。
大家可能自己玩过，或者在综艺节目上面看过一种游戏，是要大家看许多有颜色的字，然后喊出那个字的颜色。比方说呢，看到这个红色的绿要喊红，看到蓝色的黄要喊蓝。在他们研究中发现呢，那些经过催眠而暂时忘掉认知能力的人呢，在这个游戏上面表现明显好过一般人，因为他们是真的暂时不会认字，所以可以不受到字的干扰，快速的辨识出眼前这个符号的颜色。那当然，会去研究催眠的人，并不是只有认知科学家，在医学的领域当中呢，也有许多人对于催眠的临床研究进行过许多研究，也因此呢，慢慢发展出了许多的这个催眠疗法。不过，这催眠疗法到底能够做些什么呢？所谓的催眠疗法或者是催眠治疗，涵盖的其实是许多不同的医疗方式，都跟催眠有关哦，所以统称为催眠疗法。而在这边，我们可以简单的将它分成两类。比较好理解的一类是对于失眠或焦虑状况的治疗，主要透过催眠所带来的放松效果来帮助患者缓解症状。有的人可能会想说啊，所以就只是放松吗？别小看放松这件事情哦。事实上呢，很多像是过敏啊、气喘、紧张性头痛或者肠躁症这类的与焦虑或者是压力有关的症状，都是因为人在某个当下过于紧绷，又或者长时间都无法放松，所以身体出了问题。因此，利用催眠的外力呢，就有一点点像是把人强制关机一样，能够让患者暂时进到放松状态，来达到缓解症状的效果。而我们最一开始提到的催眠麻醉，就可以理解成是把这种放松效果发挥到最极致的做法。另外一种常见的疗法呢，则是结合心理专业的催眠治疗。这类型的治疗当中呢，通常还是以心理治疗为主，催眠比较像是一种辅助工具。比方说呢，有些当事人因为创伤的经验，或是其他不同的原因，让他在接受治疗的过程当中，因为防卫机制的作用，使得治疗的效果不如预期。而这时候，透过催眠的方式，有时呢就能让当事人暂时放下心防，展露自己真实的想法，让治疗能够比较顺利的进行。那当然，这样的方法并不是对所有人都适用。因为不管是接受催眠还是心理治疗，都需要对对方有非常足够的信任，才比较有办法发挥效果。感觉起来这些催眠疗法好像还蛮厉害的哦，但为什么好像没有很普遍呢？是因为有什么风险或是副作用吗？对大部分的人来说呢，接受催眠这件事情基本上是不会有什么风险的。但有些特殊状况呢，可能就比较小心。比如像是有急性的精神状况，像是原本就有幻听啊、眼睛会出现幻觉的人，接受催眠之后，可能会更分不清楚虚实的界限，让原本的困扰更加的严重。而另外，催眠疗法能不能够顺利的运作，其实非常仰赖大脑的思考能力。所以，如果是失智症的患者，他接受催眠呢，可能就很难收到效果。那撇除这些比较特殊的部分呢，既然大部分的人都没有什么风险，那为什么催眠这种方法在一般的医疗系统当中还是感觉很少见呢？有些人认为这主要和大家对催眠不够了解有关。大部分的人对于催眠的认知可能都是来自于戏剧啊，或者是特技表演，觉得很神秘哦，不知道能够当成医疗用途，或甚至以为呢会失去意识，担心之后醒不过来。而另外也有些人会强调，过去确实发生过一些滥用催眠的案例，像是英国呢就有罪犯把人催眠之后偷他的东西，也有恶质的催眠师将女性患者催眠之后对他性犯罪。这些案例呢都让很多人对催眠这样的技术有很强烈的恐惧和防备，导致它还是比较难被大众给接受。在进入观点以前呢，我们要谢谢大家把影片看到这里哦。那在这边我也要特别感谢志毅77的所有会员，因为有了大家的支持跟赞助，我们才能够持续运作这个频道，跟大家一起研究各式各样的问题，真的是非常的谢谢大家。那如果你愿意支持我们走得更远，欢迎点击频道主页的加入按钮，成为我们的会员，或者也可以用超级感谢小额支持我们。那话说回来，在研究这个题目的时候，我们意外的发现，台湾的法律里面有很多地方都可以看到催眠2个字，像是刑法当中呢，就有意图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，以强暴、胁迫、药剂、催眠术或他法，致使不能抗拒而取他人之物或使其交付者为强盗罪，处5年以上有期徒刑这样的条文。那在看到这个的时候，我们就想到说，以法律的逻辑来说，它被并列在药剂，某种程度上面来说呢，就代表政府早就认证说，催眠并不是什么神奇的魔法，而是真的存在在这个世界上，真的会被拿来使用，而且有效的技术。所以顺着这个逻辑呢，我们就想到刚刚讨论的那些争议，比如说呢，有人担心催眠
眠可能会被滥用，但我们觉得这边有点微妙的是，那些顾虑放到其他医疗行为上面来看，一样也适用。因为如果遇到不孝的医生，他真的想要对病患做什么坏事，也还是可以透过麻醉来达成。所以我们认为有错的并不是麻醉或是催眠这些的技术本身，关键还是要看人是怎么使用它的，也会需要透过法律去规范能够适用的范围。那如果你对催眠有兴趣，或是觉得自己有需求，我们觉得确实是可以考虑把它视为是一种医疗的选择。但就像是吃什么药、动什么手术之前，我们可能呢都需要问问医生。如果你觉得自己可能需要接受催眠，别忘了还是要先找真正专业的人来咨询哦。好的，那最后想来问大家你会想要尝试看看催眠疗法吗？感觉不错好像可以试试看。B 我还是觉得怕怕的应该不会想要尝试。C 我比较想要尝试看看催眠别人的感觉。滴其他留言分享你的想法吧。最后，如果你喜欢今天影片，欢迎分享出去，让更多人知道催眠到底是不是真的。此外呢，可以点这个地方看放疗有用吗？以及晚睡晚起有多伤身。那么今天的志气就到这边告一段落，我们就明晚再见喽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张力，我是美食队芊芊，这是 P.R. 哥，我是志奇，我是徐波，我是吴子。有 Walkie Boys。哈密 Video Cat 网红馆发烧强片14天抢先看，独家喜剧大片会员无限看。Look at me， 都烂人呐！他们